那接下来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吃这件事情。那说到吃呢，就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像我现在生活在纽约，但是我的家庭呢，其实是一个还挺传统的中国家庭，但是我的医生呢是一个美国医生，所以呢，在吃这件事上，中西文化的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中医呢就会跟你讲，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不要就是寒凉，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等等这样。然后你的父母呢也会给你灌输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思想，比如说他们跟我讲过不能吃螃蟹，不能吃冰棍儿也不是还是不能，还有什么一些东西等等，就这样子很多东西不能吃。但是在美国医生这边就是他的就是要求就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简单。像我的医生就有非常明确告诉我有2样东西是不能吃的。第一呢就是生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 medium rare 的牛排，比如说像生鱼片，各种生鱼片生的就不建议吃，因为在这个生的这个食物中呢，它会有一种细菌，如果你不幸碰到这个细菌了，然后就会对你和你的胎儿造成非常非常严重不好的影响。那我本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个sashimi， 我最喜欢的是海胆饭。结果呢，我怀孕这段时间就彻底不能吃。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在冰箱里储存了很久的冷冻的火腿、肉类等等这样的东西也是不能吃的，因为呢，在这些食品中呢也会有一种菌类，然后这种菌类呢。我不知道叫什么，但是它会对你，也是会对你这个孕妇跟胎儿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不好的影响。如果你不幸感染了这种细菌的话，如果你要吃，比如说放在冰箱里的火腿的话，一定要加热之后再去吃它。所以呢，美国医生说只有这2条要求，其他的可以随便吃。欢迎点击这里订阅我的频道哦。那除了食物之外呢，美国这边的医生还跟我讲说，有2样东西。酒跟尼古丁不建议使用的，因为这2样东西在你的怀孕的这个任何的一个阶段中，对胎儿发育都是不好的。我的医生还嘱咐我说，就是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因为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喝咖啡的，如果让我戒掉咖啡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在这个胎儿发育的过程中，其实它的这个 metabolism 就是新陈代谢的功能，其实还不能发育好，胎儿还没有能力去自己进行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 metabolism。很多时候都要靠母体，所以呢，在它还没有就是这个新陈代谢机制发育好的时候，你喝了很多的咖啡，然后这个咖啡呢就会影响胎儿，说白了就是会让胎儿很兴奋，这样其实是对胎儿的内分泌和对它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功能其实是一种刺激，是一种不好的刺激。所以我的医生建议我说，如果喝咖啡的话，每天只能喝1杯。就是不要超过这个量，就是像星巴克那 Grande 1杯咖啡就可以了，不要再多了。那我的选择呢是尽量不喝咖啡，然后如果很想喝的话，我就喝一个低因的好了。大家可以选择去买有清楚标注咖啡因含量的这种低因咖啡豆或者咖啡粉，然后回家自己来做咖啡喝，这样呢就会更放心一些。然后像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不能吃螃蟹、不能吃冰棍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也有去问我的这个美国的医生，我跟他讲我昨天吃了很多螃蟹，这样不会影响到怀孕吧？然后他听完之后他说哦 good for you 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螃蟹、冰棍其实这些所谓寒凉的东西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那对于我个人的选择呢，我就是选择去正常的吃螃蟹或者是冰棍这样的所谓寒凉的食物。像我之前是按照什么样的频率来吃的话，那我现在还是按照什么样的频率来吃，我也没有去刻意的去避免去吃这些东西。我是天津人嘛，如果你长在海边，你也能理解我的这个心情，就是不可能海鲜或者是螃蟹对于这个长在海边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生活中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不只是我，像一些比如说海边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呀等等，还有一些热带的国家，我不相信他们会因为怀孕而刻意的不去吃螃蟹这件事情。关于咖啡因呢，再多说一句，除了咖啡里面还有咖啡因，像巧克力，还有我们喝的热巧克力，还有我们喝的一些 soda， 比如说 Coke 这种。很多饮料之中其实都含有咖啡因，它们的作用跟咖啡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喝的时候呢，在选择你的这些饮料的时候，也要看一看它这个咖啡因的含量。就是如果你今天喝了咖啡，你就不要再去喝其他更多的这个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或者说吃巧克力了等等。然后你在吃巧克力的时候呢，一定要也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因为很想吃就忽然吃很多，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不好的。那还有一样食物呢，就是燕窝。然后这个东西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所有怀过孕的朋友
知道怀孕之后都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吃燕窝。他们的原因也是异常的相同，就告诉我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可以帮助你保持这个皮肤的弹性，第2个原因呢是可以增强你自身以及这个胎儿的这个免疫力。那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燕窝里究竟含有什么东西。那燕窝里其实含有胶原蛋白，然后各种不同的氨基酸，还有抗氧化物，还有 fiber， 还有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些东西的确是营养很丰富的一个食物。那它对这个怀孕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功效呢？这个东西我真的也是不太清楚，就是不得而知。但是被在我的这些朋友的建议下，反正我认为这个东西也是有益无害吧，所以我选择了在怀孕期间去坚持吃燕窝这件事情。还有呢，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情，那我的医生呢也有特别嘱咐我，就是说，一定要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在怀孕的这个期间，因为我之前没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习惯，所以呢，我的医生建议我说，你可以就是比如说走路、散步，然后甚至慢跑、游泳，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对于一个孕妇来讲。那如果你之前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运动习惯的话呢，医生的建议是，如果你自己感觉自己身体能够承受之前的这些运动的话，你可以继续的进行，但是尽量不要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比如说像腰腹臀这样的一些训练，或者是很重的力量训练，这样其实是不是很安全的。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心情。说到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自从我怀孕以来呢，其实我在身体上，比如说像孕吐啊，或者是恶心啊，或者是很难受啊，这样等等，就是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其实并不是很强。但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心情上的影响，我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情绪化，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哭一次，然后隔一天都会大哭一次。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段时间就是视频更新速度比较慢的一个原因，就是每天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就哭的眼睛很肿，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录视频。我其实心里清楚，这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就是荷尔蒙的一个变化，导致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真的就是感觉自己很无助，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再加上我之前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很难让我放松下来的一个环境吧，所以我的精神压力就更大，就导致我非常非常的敏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就是我刚刚搬了家，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好很多，也没有每天会觉得很抑郁，而且我感觉自己就是自我调节的能力慢慢又变强了。因为我这个状态非常的不好嘛，所以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每天这种状态，这种不停的哭，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就是正常的发育？然后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超搞笑话，他说 Unless you wanna cut yourself, you are fine。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情绪上的一个宣泄，没有影响到你这个生理上的任何东西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胎儿。所以姐妹们，如果你在怀孕期间真的心情不好的话，那你就释放自己，就哭一下，真的没有关系。就是不要害怕，就说啊我哭，或者说我这样难过会不会影响胎儿？不会的。你就让自己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想办法自己放松下来。但是哭完之后，释放完之后，一定要学会自己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把自己拉回到一个很正常、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如果你自己处在一个很就是低气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你就会下意识的让自己更不开心，你就会下意识让自己一直在这个不开心的这个范围中沉浸下去。如果你沉浸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其实你就更难把自己再拽回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拥有把自己拽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就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自己说，我明白这是因为我自己这个身体激素的变化而导致我特别的敏感，特别的不开心。但是 it's okay，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但是哭过之后，一定要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正常人，我需要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千万不要任凭自己，让自己在这种就是
悲伤抑郁的这种气氛中慢慢的沉浸下去，因为一旦你沉浸下去，沉浸到底就很难把自己拽回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方法，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多出去走一走，比如说跟朋友约一约啊，去吃饭啊，然后去唱个歌啊等等这样子，或者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出去旅游一下呀等等。刚过了头3个月之后呢，我有跟我老公去飞到拉斯维加斯那边去玩了几天，然后虽然我在那边输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这趟旅行是非常值得的，就是它让我在很长的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环境中忽然跳了出去，然后呢得到了一个放松，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难忘的一个行程。然后关于旅行坐飞机这事情，这又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家紧张的一个点。我有去问我的医生，就是说，那我怀孕了是不是可以坐飞机，是不是安全？那医生给我的答案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他说坐飞机这件事情本身完全不会影响怀孕，就说如果你是什么样子，你坐完飞机还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坐飞机的时候呢，如果就是比如说你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然后保持这样坐的这个姿势，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血栓、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如果你坐飞机，特别是长时间的飞行的话，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就是公务舱，这样子呢，你可以平躺，这样血液循环会更让你身体就是会更舒适。或者呢，你就可以就是站起来，经常走动一下，然后穿着比较就是舒适、比较软的这样的衣服，这样子呢也不会给你的这个身体循环造成任何的压力。因为高空会比较干嘛，大家在飞行中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然后带一点就是小的零食，因为可能就是空乘的这个服务可能并不是很及时，有的时候，因为怀孕的话，比如说有时候你饿，那种饿的感觉上来就是非常饿，就是你忍不了，突然间忍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随身带一些小的零食，这样子会让自己在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会更舒适一些，就是这样子，其他的倒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月份比较大，比如说7、8月之后，其实医生是不建议飞行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可能处在一个就是即将生产的一个状态，而且很多航空公司，比如说像国航，如果你7个月怀孕7个月，它是禁止你登机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旅行计划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功课，提前去看一看，就是航空公司对于这个孕妇飞行的一些规定，这样子呢，也不会让你的这个旅行计划白白的泡汤。好啦，今天真的跟大家分享了好多的内容，像比如说像护肤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我其实从刚怀孕开始就一直有坚持，一直到坚持到现在。但是像很多，比如说像吃啊，比如说像运动啊，比如说像自我心情调整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我就是还在努力之中。所以呢，希望我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把自己调整得更好。那在这里呢，我也祝所有正在怀孕或即将怀孕的姐妹们呢，身体健康，然后每天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心情，能够放平心态，很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情。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好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